我站在萬人場館側台試音，最後1分鐘，耳機裡忽然只剩一片死寂。我抬頭看主控台，周啟明按住推桿，藍白光幕卻在正中央緩緩升起。我聽見自己的音色從婉欣口中流出，連咬字和尾音都像從我喉嚨裡切走。我盯着最後一拍，婉欣張口卻空了半秒，技術人員立刻慌亂終止測試。我知道那句會隨現場呼吸改變，模型有我的聲紋，卻沒有此刻的選擇。我被帶進控制室，周啟明把補充協議推來，說母親的治療費可以全包。我翻到永久商用條款，最後3批復健錄音也被列成必須交付的公司資產。我按住喉嚨問他，病房裡的疼痛和喘息，憑什麼成為婉欣的訓練材料？我把協議折成2半，當着所有人提醒，病人錄音沒有同意就不能拿去商用。我從控制台拔下自己的母帶硬碟，保全追來時，我只亮出私人檔案標記。我走出舞台，身後的婉欣仍在試唱，可那個空白半拍像一道裂縫留在燈海裡。我在出口被夏瑞攔住，他把備用麥克風塞給我，問我還要沉默到什麼時候。我打開手機，公司公告寫着我因病自願休養，名字已從所有宣傳頁消失。我沒有賬號，樂隊或正式伴奏，只跟着夏瑞走進回聲很重的地下通道。我把備用麥克風接上手機，直播間只有23人，遠處列車聲一陣陣壓過來。我沒有唱公司的歌，只問一個停下來的女孩，她最想對離開的人說什麼。我聽她說起路燈、車站和沒能說出口的再見，便把副歌當場改成她的故事。我刻意停在最後一句前，把麥克風遞給女孩，她顫着聲音把自己的話唱完。我在抬眼時，觀看數字一路往上跳，留言開始丟來新的詞語和不同節拍。我跟着陌生人的拍手改快又放慢，第一次感覺歌曲不是只能由我一個人完成。我唱到中段，畫面忽然黑掉，平台顯示公司以版權理由強制下架直播。我以為一切又被關掉，卻看見路人舉着手機，把女孩接唱的片段繼續傳出去。我收到醫療檢查費與獨立平台邀請，演出定在21天後，正好撞上婉欣主場。我帶着邀請走進排練室，夏瑞叫回12名舊同事，卻沒有一個人先向我道喜。我看見吳清把減半的後台正放在桌上，問我是否記得他們連續工作20小時。我想解釋那時發燒又被公司隔離，話到嘴邊，卻知道這人只是替沉默找理由。我承認自己把合約和團隊都交給周啟明，也默許所有代價藏在我的聚光燈後。我把薪分配表攤開，幕後先領薪，任何危險安排都能拒絕，退出也不會被封殺。我說完後，椅子一張張被推回牆邊，12人裡最後只剩4個人坐着。我沒有挽留離開的人，只請留下的人逐條修改規則，不讓我的道歉變成新命令。我開始試唱，40分鐘還沒到，聲帶已經發緊，夏瑞立刻在表格上畫下紅線。我回家陪母親試助聽器，她在第一句前忽然抬手，說我少吸了平常那口氣。我笑說只是控制呼吸，母親卻敲着膝蓋問我，為什麼連害怕也要假裝沒有。我當晚收到匿名清單，疼痛記錄、復健呼吸和母親通話都被列進婉欣資料裡。我把匿名清單逐項念完，最刺眼的一行是《母親之歌》將由婉欣正式演唱。我沒有立刻公開指控，只和吳清翻出舊巡演設備交接單，確認外包倉庫查驗權。我在倉庫找到貼着自己姓名的備份主機，機殼封條仍留着治療中心的標記。我看着螢幕跳出聲音治療室3號，匯入時間正是我做復健錄音的那幾天。我再往下查，操作賬號顯示周啟明，這只能證明有人把資料接進公司設備。我剛拍下畫面，檔名便一列列變成空白，遠端清楚像有人當着我的面擦掉呼吸。
我按住吳清的手，沒有宣稱抓到全部證據，只保住時間、來源和賬號3項記錄。我把備份分開存放，避免那台主機或我的手機成為唯一能被奪走的證明。我離開倉庫便趕到舊倉庫演出，200名到場者用拍手逼着節奏一次次改變。我跟着他們重寫轉折，聲音雖不穩，歌曲卻因每次選擇而變得只屬於當晚。我看到平台追加合作金額，第一件事是先把留下4人的薪資和設備定金結清。我剛收起付款記錄，周啟明便傳來照片，母親獨自坐在一份新授權書前。我握緊硬碟趕往公司，知道他已把拿不到的聲音轉向我最不敢失去的人。我還沒見到母親，公司已先直播晚星的升級展示，宣稱真人的不穩定可以淘汰。我看見唐雅讓晚星回答提問，切換風格，所有示範都完整的像早已準備過。我同意夏瑞提出公開盲測，只要求題目由現場抽出，任何一方都不能先看。我抽到黃色雨傘、原諒和3塊2慢，晚星很快唱出雨中等待與重新開始。我沒有立刻起音，而是問台下女孩，那把黃色雨傘究竟屬於誰？我聽見她說雨傘是姐姐留下的，3塊2慢則是最後一通沒有接到的電話。我用指節在麥克風上敲出那段鈴聲，把旋律停在她尚未說完的位置。我把最後一句交回女孩，她望着空椅子說出：“姐姐，我有回來。”我聽見整個現場起立，沒有人在只比較音準，而是看見誰真正聽了她的話。我也承認晚星的歌很完整，可唐雅只說，只要加入更多資料，她以後也能做到。我收到平台與品牌支持，卻知道這場驗證仍沒阻止公司繼續使用私人錄音。我衝進公司會議室時，母親正把空白授權書推回周啟明面前。我聽見母親問，若簽下名字，她的聲音將來會不會被拿去說從未說過的話？我站到他身旁，第一次沒有替他回答，只讓他自己清楚說出不願意。我和母親走到走廊，周啟明攔住我，提出支付全部治療費和停止封鎖。我翻開交換條件，仍是退出演出，交出剩餘錄音，再把聲音用途永久交給公司。我問他為何治療一定要綁着授權，他只說成年人應該先替家人做最實際的選擇。我牽住母親的手，拒絕用她的醫療換任何人永久擁有我們的聲音。我走出公司後，母親反而安慰我，她不需要我為了多留幾個音把自己唱壞。我帶她回醫院，醫生把聲帶報告攤開，發炎範圍比上次明顯擴大。我看着紅色標記，醫生說每多唱一首，都可能讓失聲時間延長。我仍把21天後的流程握在手裡，心裡卻開始計算怎樣才能唱完整場。我沒有把這個念頭告訴團隊，只說檢查結束，一切仍能按原計劃進行。我把醫生警告塞進包底，預演開始前，仍要求所有人照完整流程走。我告訴自己，只要保住轉播和贊助，所有人的薪資與母親治療就都有着落。我唱到22分鐘，喉嚨突然像被割開，第一個高音只剩破碎氣流。我看見夏瑞亮出停止訊號，卻抬手要求樂隊繼續，因為合作方全坐在台下。我再次張口，耳中只聽見自己痛得發顫的呼吸，完整的聲音再也出不來。我還想撐住下一句，舞台卻被夏瑞直接切黑，整個排練場瞬間陷入安靜。我在後台看到醫院報告被翻出來，沒有任何理由能掩蓋我刻意隱瞞的事。我用手機打字說是我自己的聲帶，夏瑞卻問，憑什麼由我替全隊決定風險？我看着他摘下耳機離開，連叫住他的聲音都沒有，只能聽門在走廊盡頭關上。我失聲的幾秒被公司剪成熱門，品牌撤回贊助，劇場也取消原定場地。我收到平台通知，只剩48小時提出替代方案，
而排練室裡已只剩我一個人。我坐在空排練室，打開醫院訊息，母親能清楚辨認人聲的時間只剩1到2週。我拿起剩餘錄音硬碟，第一個念頭竟是回公司，把它換成治療和提前演出。我還沒出門，母親便抽走檢查報告，問我是不是又想替她決定該犧牲什麼。我用手機打字說我只是怕來不及，她卻搖頭，不准我把失聲算成給她的禮物。我播放晚星片段給她聽，10幾秒後，母親按停音箱，說音色像，呼吸卻不像。我看着自己曾藏起的紅線，終於明白連風險都不說，也是在剝奪別人的選擇。我打開無伴奏直播，沒有聲音，只把聲帶限制一張張寫在白板上。我也寫下預言隱瞞、救團隊超時工作，以及我曾把沉默當成保護自己的方式。我沒有承諾一定演出，只舉起一張空白表決單，讓所有合作人自己決定去留。我等到畫面幾乎沒有新留言時，看見夏瑞寫下：先把所有風險說完。我放下硬碟，知道信任沒有回來，但他至少願意重新坐到同一張桌前。我再次走進排練室，夏瑞沒有安慰，只把風險表逐項推到我面前。我寫下聲帶可用時間、失聲可能、母親聽力期限，也承認沒有任何保證能成功。我看見他在每一項旁加上退出方式，這次沒有人只能跟着我的決定往前。我向留下的人說，不需要先原諒我，先確認這份合作是否值得你們承擔。我正說着，母親帶回醫院設備匯出記錄，日期與治療室3號完全吻合。我把硬碟接入公司主機的時間放在旁邊，2段記錄只差一次轉運流程。我在聽晚星測試檔前4個音，連我復健時控制不住的氣流都被保留下來。我沒有把3份資料鎖進自己的抽屜，而是讓每個人各自保管1份完整備份。我看着夏瑞重新戴上耳機，明白他回來是因為規則改了，不是因為心軟。我和團隊重談署名、分成、退出權，所有人都能在任何時候停止參與。我刪去個人演唱會4個字，把名稱改成共同演出，讓作品不再只圍着我轉。我收到平台恢復籌備的通知，來源鏈和團隊同時成型，卻仍沒有安全演唱方案。我把40分鐘限制寫在流程最上方，下一步只能從停止獨唱開始重做。我把原本唱滿全場的流程一頁頁刪掉，只留下安全音域的起音和轉折。我請樂手夏瑞和吳清分別接走段落，不再把任何中斷視為需要我補上的漏洞。我把譜紙交給母親，她在最後一句前畫出一塊明顯空白。我看她拆成4段，第1段給我，第2段給樂手，第3段交給台下的人。我問最後一段誰唱，母親只把手放在胸口，說讓所有人跟着當下呼吸落下。我在第一次合排主動停聲，原本最害怕的空白卻被其他人穩穩接住。我沒有補唱，歌曲仍向前走，連最後轉折也因不同人的聲音變得更完整。我把風險流程交給平台，平台確認不需要我唱滿，正式恢復備用轉播。我看見2名離開的樂手回到門口，他們說這次願意照新規則重新加入。我剛以為終於有了可執行演出，劇場便通知營運方債權被買下，場地立即關閉。我站在熄滅的舞台前，手裡有能完成的歌，卻又一次失去可以唱的地方。我和團隊核對劇場通知，原定設備、入場名單與轉播位置全部無法直接使用。我打遍其他場館，得到的回答都一樣，沒有空檔，也不願得罪公司。我沒有叫任何人闖進封鎖場地，只把已付費用和合約交給平台依法處理。我看着6天倒數，第一次覺得我們不是缺一個舞台，而是缺公開驗證的入口。我聽夏瑞說，獨立平台本就是晚星主場的備用轉播方，便攤開萬人場館名單。
我看到夏瑞、吳清和幾名夥伴都有正式工作職位，不需要偽造任何證件。我也看見一個尚未補上的聲音安全測試員空位，工作範圍正好允許觀察聲音。我讓吳清和對合約，確認我們不能碰主控，也不能跨境未授權區域。我把原本另辦演出的計劃收起來，不再和公司爭一座更小的場館。我決定進入晚星主場，只驗證現場選擇和錄音來源，不搶麥克風，也不破壞設備。我撕掉舊流程，在萬人場館圖上標出工作區、席間位置、轉播線與撤退路徑。我知道這條路更危險，卻也是唯一能讓實際使用和來源鏈同時被看見的地方。我打開晚星演唱會宣傳片，第一個音正是我只寫給母親的那首歌。我聽見咳嗽前那口治療式換氣被剪成神秘預告，拿來推高售票熱度。我看着文案稱他為我的未公開告別之作，海報上卻只有晚星的名字。我還沒關掉畫面，周啟明便來電，說只要我在後台補最後一句，一切都能恢復。我問他所謂恢復是否包括我的署名、母親治療，以及停止使用所有私人錄音。我聽他只答應把我的名字放回海報，其他人的資料則交由市場決定。我追問那些病人、創作者和被刪署名的人怎麼辦，他說市場根本不會記得。我握着手機沉默很久，曾經最想要的名字與治療，此刻竟像另一份單獨收買。我拒絕回去補唱，也拒絕接下只替自己洗白的合作版本。我告訴團隊，目標不再是搶回一首歌，而是阻止任何人被拆成可永久販售的素材。我把原演出流程撕掉，重新標出證據出現、環境收音和席間接唱的時點。我知道公司有萬人主場、官方直播和我的私人歌曲，我們只剩合法位置與共同規則。我仍把每一項風險寫回表上，不讓最後的壓力再次成為我替別人做主的理由。我和上母帶硬碟，演出只剩6天，所有證據與選擇都必須在同一晚被看見。我以聲音安全測試員身份刷過場館檢查，身上沒有任何能破壞主控的工具。我看見夏瑞進入燈區，吳清走向後台，平台人員則接上合法備用轉播線。我把證據備份交給不同位置的人，任何一個人被帶走，都不會讓全部記錄消失。我安排樂手與地下通道女孩分散入座，不讓接唱依賴同一個區域。我陪母親坐到第6排，她朝我比出手勢，要我只唱自己該唱的部分。我把她的助聽器調到舒適音量，沒有保證一定能讓她聽完整場。我回到工作區，逐項念出失聲、訴訟、驅離與工作受損的可能。我看着每個人親手簽名，有人也在旁邊寫下自己的退出條件。我沒有要求任何人為我違規，只確認環境收音、撤退位置和安全訊號。我收起共同風險表，第一次覺得這場行動不是我的命令，而是所有人的選擇。我走向控制台外的觀察位置，周啟明已拿着新協議站在走廊中央等我。我停在控制台走廊，周啟明把新協議遞來，說只差我補完最後一句。我看見條款承諾恢復名字、項目位置和母親治療，像把我最痛的缺口全都寫好。我問那些未授權錄音會不會停用，他卻叫我別在開演前替不重要的人拖延。我聽見場館倒數聲，周啟明伸手替我整理工作證，動作和過去每次控制都一樣。我退後一步，讓他的手停在半空，也讓未簽協議留在我們之間。我告訴他，名字回到海報不等於每個人的聲音被歸還，我不會只救自己。我沒有撕毀文件或搶走主控，只依正式職位走進聲音安全觀察區。我看見周啟明收回笑容，低聲命令技術組把所有備用版本準備好。我戴上耳機時，晚星已在藍白燈海中升起，動作與音準沒有一點誤差。我聽完第一段，
承認他比盲測時成熟許多，甚至連轉身都精準貼合燈光。我握住自己的停止訊號，等待他宣稱能及時理解現場的那一刻真正到來。我看着婉欣連唱6首，不沙啞，不遲疑，也沒有任何走位失誤。我聽見萬人歡呼，沒有急着挑他的錯，因為高品質演唱本來就是真實能力。我等到平台依合約提出臨時驗證，要求疫區台下的人在10秒內自行改變節拍。我看見慢拍突然加快，全場高喊自己選，場內節奏立刻離開原定版本。我聽見婉欣迅速切進快板，音色與伴奏仍很順，現場掌聲比之前更大。我沒有否認他完成了適配，只把目光轉向控制台裡的唐雅。我看見他的手從頭到尾壓在備用版本切換鍵上，螢幕同時列着多套準備答案。我終於確定，婉欣不是自己選擇，而是有人更快替他挑了最接近的版本。我還沒來得及示意吳青，舞台燈光忽然變暗，母親之歌的前奏開始流出。我聽見治療室咳嗽前那口換氣被放大到全場，身體瞬間僵在觀察位。我看向第6排，母親抬起頭，已經從那個不該公開的呼吸認出來源。我握住平台麥克風，知道未授權資料已在售票演出中被真正使用。我聽婉欣用我的咬字唱出母親之歌第1句，連受傷後的沙啞都被精確保留。我看見母親在第6排緩慢搖頭，對着我做出那不是你的口型。我舉起獨立平台麥克風，準備只說明來源記錄，耳機卻傳來周啟明的命令。我聽他說切掉它，播放完整合成櫃，下一秒麥克風指示燈便徹底熄滅。我站在原地，最初被整個舞台刪除的寒意又一次壓回胸口。我沒有衝向主控，也沒有硬唱高音，只沿安全通道走進前排席間。我用沒有擴音的聲音唱出第2句，聲量只能傳到離我最近的幾排。我看見地下通道女孩第一個站起來，照排練規則接走我停下的位置。我抬手敲出節拍，前排再把旋律傳給後排，聲音像水波一排排擴散。我看見夏瑞開啟環境收音，官方主軌仍播放，席間卻傳出另一首正在變化的歌。我不再害怕那隻麥克風熄滅，因為歌曲已離開任何單一開關的控制。我看見母親在膝上敲2下，那是我們排練好的訊號，分散樂手立刻接入。我聽前排加快，後排放慢，人群也把過高的音改成自己能唱的音域。我沒有要求整齊，只沿走到敲拍，讓每一區保留自己此刻的選擇。我抬頭看婉欣，唐雅先切快板，再切高板，最後又強行鎖回原版。我第一次看見婉欣嘴型與聲音錯開，完美影像被不同節拍拉出明顯裂縫。我聽見吳青透過獨立轉播念出醫院匯出、主機接入與測試檔3個時間。我看見熒幕把設備編號並排，治療錄音如何流進婉欣終於能被全場核對。我剛準備試一下一段，獨立轉播忽然黑掉，周啟明切斷了平台訊號。我沒有停下，場內反而亮起一隻又一隻手機，把不同角度的聲音和畫面保存。我站在萬點熒幕光裡，知道公司再刪掉一台主機，也無法改寫整座場館的記錄。我聽見最後一句逼近，而版本熒幕同時跳出多套節拍，沒有一套能追上全場。我抬眼時，婉欣停在最後一拍前，嘴唇微張，所有備用版本都在熒幕上混亂閃動。我沒有替他唱完，只用指節敲出最後節拍，把真正的空白交給全場。我聽見10000個聲音先於合成軌唱出，你不是一個人，整座場館都在震動。我看向母親，她先接住我安全起音的後半句，聲音不大，卻比任何主軌清楚。我看見周啟明衝出控制台，把最初曾關掉的官方麥克風塞回我手裡。我聽他要我重唱舊場，承諾立刻恢復名字，甚至把婉欣項目整個交給我。
我沒有走進中心光圈，只站在側台，把麥克風轉向人在接唱的席間。我先念出夏瑞、吳清、樂手、平台人員以及所有曾被刪掉的幕後姓名。我看見測評逐一補上數名，中心光圈則在沒有主唱站入後慢慢熄滅。我讓吳清提交完整來源鏈，現場播放的換氣與醫院主機記錄完成最後比對。我收到平台通知，來源待確認的晚星核心主軌立即暫停，官方伴奏隨之停下。我看見唐雅放開切換鍵，晚星影像仍亮着，卻再也沒有聲音可以繼續。我把周啟明遞來的項目文件推回去，拒絕用接管另一個控制中心證明勝利。我只唱自己安全範圍的一個起音，母親、樂手與全場依各自呼吸接了下去。我握着麥克風站在側台，終於讓最後一句與每個名字回到真正選擇的人手中。我在演出後收到通知，晚星項目全面停用調查，來源不明錄音開始逐批封存。我看見周啟明被撤職，合作平台終止公司代理，旗下創作者也陸續提出解約。我聽說唐雅離開虛擬項目，沒有把所有責任推給技術本身，而是回到授權流程。我和吳清協助其他人查回舊錄音，讓每個人重新選擇保留、限制或撤回用途。我沒有回到原公司接手舞台，而是和夏瑞、吳清共同成立新的工作室。我把所有名字列在門牌上，主唱、燈光、服裝、樂手與資料整理，沒有誰被藏在後面。我在新合約第一頁刪掉永久買斷，只留下用途、期限、署名與撤回方式。我把最重要的問題放在最上方，問對方是否願意讓這段聲音被留下。我仍按醫囑慢慢復健，不再把一次唱滿或永不失誤當成唯一的專業證明。我陪母親回到排練室時，她已很難聽清高音，卻把手掌貼上音箱感受節拍。我看着她跟着震動敲拍，直到聽力沒有奇蹟恢復，我們仍能找到新的相處方式。我關上工作室的門，這次門內沒有誰替別人決定，只有每個人親手留下的同意。